2026伊藤润二的真人剧《惊悚来袭》，这座小镇里有一个诡异的恋爱习俗，一旦有浓雾升起的时候，站在十字路口并拦下看到的第一个路过的行人，然后就可以询问对方恋爱会不会有好结果。你以为这是少女们所听信的谗言，但真正恐怖的是，每次通过这种占卜的女孩都会选择自杀，只因等来的不是路人，而是穿着黑衣、长相优雅诡异的美少年。他的回答能让女孩恋爱的执念放大无数倍。有的人听完后精神陷入崩溃。気づかされたの私、本当の気持ちに。緑ごめん。でも私、竜介くんが好きなの。篠原助。有的人听完后对追求对象彻底魔怔，甚至还有的人直接死在十字路口。作为一名发了232条视频却只有2.2万粉丝的影视解说博主，今天为大家带来伊藤润二的真人剧《美少年》。故事要从一名叫龙介的小男孩说起。他刚来到一处路口就被浓雾所遮盖，感到好奇的龙介向前方走去。等来到十字路口，一名憔悴的女人拦住道路。他不在意龙介是一名小男孩，而是把他当成十字路出现的第一个路人，并向他询问自己的爱情是否能走到最后。因为他喜欢上一个有家庭的男子，明知道这种关系只能躲在暗处，但已经身不由己，只因怀上了对方的孩子。可男子在知道自己怀孕后突然变得冷漠，所以才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所谓的占卜上。他想要从一个陌生人口中得到安慰，哪怕对方只是个孩子也在所不惜。可年幼的龙介搞不懂大人的想法，于是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他结果。そんな恋にならないよ。バカ。殊不知这句话彻底击碎女人最后防线，可对于龙介来说只是再简单不过的回答。第二天，龙介放学回家时就发现昨天的女人惨死在街道上，手里紧握的美工刀以及未闭眼的眼睛仿佛在诉说着对爱情的不甘和绝望，而龙介的心里也留下挥之不去的恐惧。因此父母带着他离开小镇。可8年过后，龙介在父母的安排下又回到这座小镇念书。班主任向全班介绍这位新转校生。讲台上的龙井向同学问好时，忽然注意到班级里的一名女孩友好的打招呼。当下课后，对方主动找到龙井交谈，原来女孩名叫小绿，是童年的玩伴，而旁边的小玲是小绿最要好的闺蜜。放学后，小玲提及诡异的十字路口占卜，据说这种占卜已经被镇上列为习俗，只要小镇起雾，就会有人站在十字路口，并把恋爱的烦恼告诉第一个路过的人，只要对方给出有关恋爱的回答，不管好坏都会实现。而且占卜的结果非常准，也很出名，让许多年轻人都去尝试神秘的恋爱游戏。可龙介听完后脸色非常难看，因为这件事让他回忆起小时候的罪恶感，他害怕有人知道8年前女人的死亡和自己有关，于是随便敷衍了2句就快速离开，只留下不明所以的2人站在原地。隔天学校里就散播出一则消息，1年级的女生在十字路口附近自尽，而原因好像是做过占卜才导致的。同学们都在议论这种离奇的案件，近段时间经常发生过，而且还提及8年前那名女人的死，这让不远处的龙介听到后脸色难看。小绿也注意到对方的异常，连忙来到阳台询问怎么回事，并说出当年死去的女人叫小碧，也是自己的姑姑。对于他来说，小碧不像是长辈，更像是自己的亲姐姐一样，所以姑姑死也是小绿无法忘记的伤痛。可当龙介听完后更加崩溃，本以为只是背负着模糊的罪责，现在才明白死去的女人和小绿有这么深的关系。自从这天起，龙介开始躲着小绿，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再靠近她。小绿也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这种突然的疏远让小玲看不下去了，她不想让自己的好闺蜜会因为恋爱导致不开心和难过，于是主动提出代替她去询问龙介。2人刚见面，小玲就询问为什么要躲着小绿，可得到的回答只有一句：僕には好きになる資格なんかないから。どういうこと？話してみて。何か力になれるかも。いいって。ごめん。でも本当にもういいから。小玲看出对方可能另有隐情，为了搞明白一切的来龙去脉，居然想利用占卜来了解真相。随后，她站在雾气中的十字路口，等待一名会给出答案的人到来。不久后，一名黑衣少年从迷雾中出现，他害羞地低头询问想了解的事情。当得到自己的答案后，抬头看去，脸上的表情瞬間变得惊恐不已。第二天，就像变了一个人，披头散发地来到龙介面前，承认自己喜欢龙介。気づかされたの私、本当の気持ちに。緑ごめん。でも私、竜介くんが好きなの。篠原助。此话让原本关系紧密的3人彻底崩盘。小玲表白的脸庞狰狞又恐怖，就像是被人控制一样，让人感到汗毛竖立。最后着魔似的疯狂追求龙介，他的行为让许多同学都另眼相看，甚至到晚上也会拨打电话表述自己的感情。
这种病态式的表白让龙介都感到背脊发凉。而最恐怖的是，即便深夜，小玲也会来到楼下表达心意。隔天，小玲还特意为他准备爱心便当，却没想到遭到龙介的拒绝。可他完全听不进去，非要拉着书包让其收下。龙介再也忍受不了，彻底爆发，直接将便当狠狠扔在地上。いい加減にしろよ。わからないならはっきり言ってやる。僕はお前なんか好きじゃない。小玲只是按照占卜的指引追求爱情，为什么结果会变成这样？刚到学校，又听说一名同学死在十字路口，不过这次是另外一所学校的，而且还听说是遇到传说中的美少年。他确认小玲的异常就是这美少年导致的，于是准备等到放学向小玲道歉，让她保持理智，切勿听信谗言。可这时忽然感觉有人在注视自己，当扭头看向门口，差点直接被吓晕。原来是小玲披头散发地注视着龙介，此刻已经陷入疯癫的状态，甚至在放学后一路尾随着。最终还是龙介停下脚步，向早上的事情道歉。小玲压根没有听进去，反而麻木地从包里掏出美工刀，并当着龙介的面硬生生划破喉咙自杀。小玲的死讯传遍整座学校，班级里的同学都感到惋惜。龙介回想起小玲在自己面前死去的惨状，于是决定无论如何都要阻止这一切。可问题是，该怎么做才能阻止？他根本不知道黑衣少年是否会再次出现，也不知道对方究竟是人还是鬼魂。可就在四处寻找时，意外来到小时候所经历过的这条道路，随即壮着胆子走进迷雾里找寻黑衣少年。刚进迷雾就发现一名女孩站在树后，他本能的上前阻止对方占卜的行为，结果下一秒，私の恋は実るでしょうか。逃跑过程中，忽然注意到美少年从前方走过，当他追过去，对方早已消失不见，却没想到小玲突然出现在身后。与此同时，小绿也走进浓雾里找寻龙介的踪迹。这时，他注意到黑衣美少年出现在前方。当美少年来到面前，小绿不自主地抬头看去，对方的身高至少有1.9米左右，眼睛也白得吓人。美少年没说一句话，只是居高临下地望着小绿。而龙介这边已经被小玲逼迫得无路可走，小玲就像行尸走肉，嘴里一直念叨着喜欢你。关键时刻，小玲并没有伤害他，反而还为其指明方向，顺着对方的指引成功找到了小绿。同一时间，美少年也瞬间消失。当小绿看向周围，什么也没有，仿佛对方从未出现过。他们意识到这件事儿远远没有结束。那名传闻中的黑衣美少年依旧是个谜，他总会在恰当的时机里专挑在恋爱里迷茫的人下手，还能让死去的人徘徊在迷雾里。故事的这里也就此结束。